Da muss der deutsche Junge der Zukunft schlank und rank sein, flink wie Bitthunde, zäh wie Leder und hart wie Kruppstahl. Wir haben ein Ziel uns gewählt und was Besseres vernagen von euch sind bloß dieses Grab hinein。在大多人的印象里，希特勒是一个冷血无情的杀人狂魔，是恶名昭著的纳粹领袖。其实，在二战爆发前，他在德国人心中便如同救世主一般存在。上台不到3年，希特勒便带着濒临破产的德国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了世界上的顶尖强国。其人口失业率从原来的30%一度降到了2%，比美国、英国还要低。然而，这只是他传奇人生的冰山一角。1889年，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和德国接壤的一个小镇上。打小他就觉得两个国家说着一样的语言，一样属于日耳曼民族，为什么还要分开？为什么不合并起来？正这个特殊的出生地，使得他渐渐萌生了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的想法。少年时，身为海关职员的父亲很希望他能好好念书，将来当一个本分的小公务员。但希特勒却不想一辈子待在一间办公室里，将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那些枯燥的表格中。因此，希特勒从不把心思放在读书上。他认为学校压制了他的个性和创造性，这里培养出来的都是没有独立思想的博学人员。而他唯一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无拘无束的艺术家。初中毕业后，他不顾一切反对，报考了维也纳的美术学院，但连续2年都名落孙山。校长更是直接给他的艺术梦想判了死刑，说你应该去考建筑学院。因为双亲先后去世，他便留在维也纳独自谋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维漂。在接下来的5年里，他当过街头画家，喝过难民粥，进过收容所，后来甚至沦为了食不果腹的流浪汉。虽然日子过得那么窘迫，但希特勒从来不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相反，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社会不公造成的，唯有日耳曼民族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平日稍微赚到一点小钱，他就拿去看华格纳的歌剧《林恩记》，里面讲述了德国英雄林恩济带着人民反抗暴政的故事。这个歌剧燃起了希特勒内心那股炽热的使命感，在情感和幻想的交织中，他渐渐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拯救苍生的天选之子。然而，在历史上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往往是那些自认为在做好事的人。比起同屋的那些年轻人，希特勒不抽烟不喝酒，也从不泡妞，生活清苦的就像一个修道士。每天除了少量的工作外，希特勒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其中多是一些关于政治社会和反犹太的书籍。这些书完全奠定了希特勒的三观，也使他成为了彻底的反犹主义者。关于读书，希特勒有着自己独到的心得。他认为有的人虽然很博学，但却不会把脑子里的知识组织起来。读书的艺术便是取其精髓，融会贯通，最后再为我所用。1914年，德国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无数人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时，希特勒却兴奋地跪倒在了地上，因为战争的爆发意味着他终有机会实现幼年的梦想。于是25岁的希特勒报名参军，成为了德军中一个小小的传令兵。就像爽文中的男主角一样，他每天冒着枪林弹雨，从一个战壕勇敢地奔向另一个战壕，但都安然无恙，仅仅大腿中过1次弹。他甚至还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15个英军，获得了1枚1级铁十字勋章。这种级别的勋章一般是不授予普通士兵的，所以他一直将其视为莫大的骄傲，到死都带着它。尽管希特勒作战非常勇猛，但我们要知道，不把自己生命当回事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正是这场可怕的战争，让他学会了蔑视生命的价值。1918年，希特勒遭到毒气的袭击，被送往后方疗伤。每天每夜，他都想着重回战场，但最终等来的却是德国战败的消息。次年6月，英法美为首的战胜国迫使德国签署了苛刻的和平条款，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凡尔赛合约。根据合约，德国需要割让30%的土地和所有海外的殖民地，并以黄金的方式支付1320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另外，德国的潜艇、战舰、飞机也被强制摧毁，德国军队也从数百万裁减到了10万人。这张所谓的和平条约，实质上就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一种掠夺和瓜分，同时也埋下了德国人复仇的种子。连法国元帅伏羲看了条约后都仰天长叹道：“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可谓一语中的。”当凡尔赛合约传出去后，愤怒屈辱的德国人纷纷将其视为国耻。负责签订合约的共和政府更是成了软弱无能的罪人，被人们骂的是狗血淋头。此时刚刚退伍的希特勒明白了，当兵救不了这个国家，于是他决定去从政。起初，希特勒在德军的情报部门当密探，有次他奉命潜入了工人党的内部作卧底，
他干练的口才和极具逻辑的论点很快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之后，共产党领导悄悄给了他一本红色的小册子，这是一本偏激的反犹宣传品。书中认为犹太人从不下地干活也不扭螺丝，但却靠着倒卖商品成了百万富翁，是他们窃取了人类的智慧和劳动。2000年来，他们一直没能建成自己的国家，但却垄断了许多国家的金融市场，甚至支配着统治者来为其所用。而德国的一切灾难都是犹太人造成的，只有纯种的日耳曼人才能拯救这个国家。一口气读完后，希特勒惊讶地发现，这不正是他前几年就确立的思想。于是希特勒弃暗投明，真的加入了工人党，并把这个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为纳粹。1923年，德国因无力支付战争赔款，法国便派兵占领了德国的核心工业区，抢走了所有的钢铁和煤炭。山穷水尽的德国共和政府不得不印刷大量的新钱来维持日常运转，可这却造成了德国的货币开始急速贬值。1921年4马克还能兑1美元，到了1923年年末，40亿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此后，德国钞票成了毫无意义的废纸。今天1公斤的马铃薯要价10亿马克，隔天一条面包便飙涨到了4600亿。许多人揣着上亿的钱，却不得不饿死。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中，无数人一生的积蓄都荡然无存，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失业和动乱中。所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即使没有希特勒，也会出现一个南特勒、北特勒。1923年年底，希特勒凭着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团结起了一大批怨恨战败的退伍老兵，企图发动一场政变，以推翻软弱的共和政府，撕毁凡尔赛合约。这便是啤酒馆政变。当时一共有5000人跟着希特勒冲进了市中心，但前一秒还在酒馆里慷慨激昂的希特勒，一听见警察的枪声，便立马丢下他的那帮老铁，率先开溜了。就这样，这起政变成了一场混乱的闹剧。2天后，希特勒被捕入狱。按照德国当时的法律，希特勒属于叛国罪，至少是无期起步。但在开庭之日，希特勒却昂首挺胸，拒不认罪，宣称自己是为了重振德国、拯救人民才发动了这次起义。他说：“我今天是以原告的身份站在这里，而不是被告。我告的是1918年签署凡尔赛合约的那些卖国贼。你们法庭可以判上我1000次叛国罪，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永恒的历史法庭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裁决，会宣布我无罪。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同胞、为了祖国去奋斗牺牲的革命者。”经过希特勒一番慷慨激昂的辩解，所谓的审判基本已经变成了他的演讲台和政治宣言。庭外妇女纷纷争着要进来为他献花，就连法官也深受触动，只判了他5年刑，将其拘禁在了一间舒适的乡下牢房里。而这次失败的政变却使希特勒一下出了名，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爱国英雄。这使他认定了自己就是那个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的黎恩济，是俾斯麦的接班人。在狱中的这段日子里，希特勒把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法西斯思想全部阐述成书，写成了《我的奋斗》。书中认为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和弱者为伍，从而影响了自己的伟大。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天生的弱者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而他自己就是尼采书中预言的超人。很多西方的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的三观是一种极端的达尔文主义，把一切生命都当成了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不过是个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世界。基于这种极端偏激的思想，希特勒认为德国和法国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打了1000多年都没个结果，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法国灭掉，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干掉俄国，往东方扩张，最终称霸世界，让高贵的日耳曼人成为地球的主宰。后来希特勒掌权后，这本书成了男女老少的必买刊物，政府会把书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新婚夫妇，许多公司还把它作为一种奖励发给优秀员工。如果你的架子上没有这本书，你可能会被雇来的小工揭发。通过威胁利诱，这本所谓的纳粹圣经一共售出了800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才关了9个月，希特勒便获释出狱，并成为了纳粹党的领袖。这次他学聪明了，明白了靠暴力来夺取政权是行不通的，对面只要枪一响，人就给吓尿了，所以他决定先和政府合作，再见机行事。之后，纳粹党在短短的1年内便从2000人增加到了2万人，翻了整整10个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反犹主义，这些都成了希特勒笼络人的核心。而且他总是能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来表达他那些极端狂热的思想，就如同锥子一样敲进听众的脑子里。再加上他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和表情动作，让人禁不住也跟着燃起来。
尽管有时候你知道他是在吹牛，在偷换概念，但他的情绪却告诉你你是错的，他才是对的。希特勒说，狂热是唯一一种可以激发弱者和优柔寡断者的方式，而群众是柔顺愚蠢的，只有情感和仇恨才能掌控他们。1929年，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给全世界造成了严重破坏，特别是德国，大大小小的企业一家接着一家的倒闭，失业人数达到了惊人的600万。国内对当局充满了各种不满，不少人开始转向了纳粹党，这使得希特勒迅速壮大，一跃成为了全国第2大政党的领袖。而希特勒能走到这一步，也离不开他背后那个强大的团队。在用人上，希特勒向来是不拘一格，不管是名门公卿还是街头的流氓杀人犯，他都照单全收。所以早在啤酒馆的时候，希特勒便招揽到了不少人才，其中无有戈林、希姆莱，文有葛培厄。戈林是一战的德国王牌飞行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正是他把最初的那群乌合之众慢慢打造成了一支军纪严明的冲锋队，帮希特勒走出了新手村。而希姆莱当过兵，养过鸡，曾经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养鸡场开到全世界，但才养了2年，便因经营不善破产了。希姆莱将自己的失败全部归咎于犹太人，认为是他们操纵市场，压低了农民的生产价格。随后他带着反犹怒火加入了纳粹党，并渐渐成为了党卫队的头目。党卫队是从冲锋队分出来的一支警察部队，其麾下的盖世太保专门负责监视镇压那些纳粹的反对者，堪称德国版的锦衣卫。有了枪杆子、暗探子，就只差一支笔杆子了。因为武器和探子虽然能威慑国人，但却无法掌控人们的思想。博士毕业的葛培厄是希特勒身边学位最高的人，专门帮他宣传纳粹思想，给老百姓洗脑。他说大多平民都是蒙昧的，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再加上情绪的煽动，就能让他们彻底忘记科学和真相。为了控制舆论，葛培厄还裁剪了全国的1000多种报刊，最后剩下的就是那些只会喊纳粹口号的纸喇叭。为了彻底灭绝掉一切不利于纳粹的思想，葛培厄还在柏林主导了一起声势浩大的焚书运动。像马克思、卢森堡、爱因斯坦这些凡是和犹太人相关的书，通通被视为异端邪说，被付之一炬。柏林大学的教授还批评爱因斯坦是一个江湖术士，写出来的那些犹太物理学完全是种幻觉。1932年，希特勒为了参加总统竞选，开始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为了节省经费，他向每个听众收取1欧元的费用，这也在无形中完成了粉丝提纯。更重要的是，他给那些深陷在失业、饥饿中的人带来了希望。他宣称，只要纳粹上了台，一定会拒付赔款，撕掉凡尔赛合约，并且要肃清贪污，打垮犹太资本家。总之，他会让每一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他甚至保证会让每个德国小姐都能找到丈夫。在此期间，作为笔杆子的葛培厄也功不可没。他为希特勒张贴了100万张宣传画，散发了800万本小册子，为希特勒拉来了不少选票。虽然希特勒还是落选了，但仍然有1300万人将票投给了他，占到了总数的1/3。加之戈林在国会中不断的推波助澜，希特勒最终还是当上了德国总理。2个月后，纳粹党一把火烧掉了国会大厦，并栽赃给其他政党，然后再以清除暴动的名义将他们全部铲除掉。而当时纳粹党有2支武装部队，一支是罗姆率领的冲锋队，另一支是希姆莱率领的党卫队。当初希特勒还在新手村的时候，罗姆便带着冲锋队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妥妥的老革命。希特勒掌权后，冲锋队已经发展到了300多万人。居功自傲的罗姆大有和希特勒分庭抗礼之势。于是在1934年6月，希特勒便以密谋政变为由，干掉了曾经的老战友罗姆，史称长刀之夜。自国会纵火案和长刀之夜后，纳粹党在德国一家独大，其麾下的党卫队也成为了唯一一支能和国防军抗衡的枪杆子。2个月后，87岁高龄的德国总统辛登堡因病去世。于是希特勒在80%的选民支持率下，通过修改法案，成为了德国元首，也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这个当初落魄街头的流浪汉，如今终于爬上了权力的巅峰。和许多全完嘴的政客不同，希特勒上台后真的实现了他当初给老百姓画的大饼。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大力的发展军工业、重工业，并猛搞基建，修建了40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和许多机场。这迅速让700万失业的德国人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失业率几乎下降到了0。同时，希特勒还提升了100多万工人的福利，让他们每年都能享受到带薪休假。希特勒甚至允诺要造一张物美价廉、人人都买得起的汽车，这就有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大众。1936年，纳粹在柏林举办了第11届奥运会，成功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重新崛起的强大的德意志帝国。
然而这一切皆是表象。德国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崛起，跟今天的小年轻用信用卡一样，靠的是寅吃卯粮，透支未来。自打上台后，希特勒便从美国资本家的手里借了很多钱来搞基建、修工厂，其中大多是造枪炮、飞机的军工厂，还有一些钱则被拿去扩充军队。虽然这些举措大幅增加了就业率，但那些放在仓库里的枪支弹药，如果不拿去掠夺别国的土地资源，便是一堆废铁，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到了1939年，纳粹德国的债务已经膨胀到连利息都还不上了，4年的繁华即将像泡沫一样被戳破。这种畸形的战争经济注定了德国必须以战养战才能回本，所以希特勒一开始的经济策略就不是为了拯救什么天下苍生，而是为了养韭菜，为了把全国人都绑上纳粹的战车。而自从希特勒上台后，便不断地给全国人灌输纳粹思想，每个男孩从小就学着怎么冲锋打仗，女孩则必须加入少女联盟。该联盟专门训练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好妻子，将来生更多的小士兵去报效国家。哪怕小到一道数学题，也包含着纳粹思想。比如培养一个智力残障的孩子，每年要花费1800马克，一个普通学生是每年300马克，优秀学生则只需要125马克。答案是一个人拥有了完美的基因，才能让整个社会持续下去。然而最令人发指的是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他们认为只有消灭了劣等种族，才能腾出空间给优秀的种族去发展。于是在希特勒的指示下，大概有600多万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杀掉。为了提高效率，纳粹建造了一套工业化流水线式的杀人方式，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一天就可以毒杀6000人。但死透后，纳粹看守先将他们口里的金牙、手上的戒指全部摘掉，再送到下一个车间。在这里，工人会将所有尸体的皮剥下来，制作成手套、皮包，接着再将尸体内的脂肪融化掉，制作成肥皂售卖。最后剩下的尸体也绝不浪费，纳粹会将其烧成骨灰，撒到地里当肥料。而这些实际的灭绝工作都是由希姆莱一手负责的。令人诧异的是，这个偏执残忍的恶魔刽子手私下竟是一个小动物保护主义者。在进行灭绝行动的同时，希姆莱又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源的人种繁殖计划。所谓人种繁殖，便是征召那些具有雅利安血统的帅哥美女进行结合，为德国制造优秀人种。希姆莱还充分利用了养鸡的经验，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女性秘密分娩的生育俱乐部，凡单身母亲不想带走的婴儿，均可以交给党卫队来抚养照顾。就这样，希特勒一步步将梳理那些极端偏激的想法变为了现实。接下来，他将去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那就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德意志帝国，称霸世界。1939年9月，希特勒下令闪击波兰，挑起了第2次世界大战。此后，他便将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一起拖进了战争的深渊里。今天有一些人认为希特勒是成王败寇，形象全让对手给抹黑了。实际上，他的所想所做所犯下的累累罪行都是极其反人类的。虽然他具备坚持、勇敢、爱国、雄辩这些优秀的品质，但却缺乏作为一个普通人应有的道德良知。特别是当他和那些充满仇恨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后，更是成了一个残酷冷血的杀人恶魔。而也正是因为他极端偏激的反犹主义、民族主义，才将各路志同道合的妖魔鬼怪汇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恐怖的纳粹帝国，给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